喜欢也享受开车的人，一定要在澳洲尝试公路旅行 （road trip）。澳洲腹地广大，拥有丰富自然景观，也是野生动物的天堂。今天预计要从墨尔本开到坎培拉，预计开7个小时。现在是澳洲的冬天，冬季时的日照会比较短，所以尽量要赶在日落前到达旅宿。现在时间下午快5点，要进入我们今天住宿的小镇了。我喜欢这种萧瑟的感觉哦。今天入住 Good Day Park， 可以在这边露营或住小木屋。我们今天住7号房，车子直接停旁边。简单的看一下内部，一进去有一组桌子，其实右边还有一组2人座沙发。这里有电视、冰箱，还有很简单的小厨房。通常厕所都不大，这间也只附小肥皂，有稍微干湿分离。这间是有点年纪的 cabin， 能住6人的家庭房。但说真的，塞6个人会太挤。退房很简单，钥匙投进去消防栓里面就好了。今天继续一路向北，预计又开7个小时的车。澳洲这么迷人，是许多背包客的首选，但澳洲公路旅行也是有危险的。2018、2025年都有事故新闻，有些是被发现时爆胎加上没油，有些是被发现时在当地人不太去的地方。警方推测是导航带去路段不好的地方。但澳洲是相对安全的国家，但毕竟一开出市区就是荒郊野外，发生事情可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所以啦，我整理出9个小撇步给第一次想来澳洲 road trip 的新手。之前在墨尔本有过几次 road trip 的经验，分别是西澳、南澳、塔斯、墨尔本到坎培拉这段，还有现在的墨尔本到布里斯本这一段。那每一次的长途旅行就大概是2个星期左右。综合前几次的经验，我有9个小 pebble 想要分享给你。第一点就是租车啊，那我自己大概在5年前有用过 rentalcars.com。 我之前租过的是小型的休旅车，最多载4个人的行李这样子。租车的话，特别要注意的是，如果它有标明不能开 off road， 它就是希望大家开在柏油路上或者是比较平坦的小石子路也是 OK 的。那因为我之前在西澳的 Karijini 国家公园，我们是大概只能开时速10到20左右，而且是陡着进去的，所以澳洲有些部分的路段其实是非常崎岖不好开的。澳洲租车的话一定要保险，那还有一些方案就是供你选择。那我还会建议再买一个道路救援的部分。那比较常多人推荐的就是 RACV 有跟一些住宿有合作，你可以拿到一些 discount。道路救援跟保险的不同呢，是保险是主要是针对你车子可能损伤，然后做跟金钱有关的赔偿。而道路救援是假设你今天在路上不幸爆胎了，或者是你把钥匙锁在车子里面，或者是你车没电了，这些导致你不能及时上路的困难呢，你只要扣道路救援，它就可以马上来帮忙你，就是排除万难。再来第2点呢，就是住宿要怎么调。那我大致上都是用 Booking.com 来找我的住宿。那最近在昆士兰这段旅行中，我有用 Airbnb，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待在同一个地方大概1周 ，Airbnb 有一些比较划算的价格。那 Booking.com 上面就可以过滤比较在意的需求，像我就是
干净整洁、安静的住宿。我住过的房型大概是motel、caravan cabin 跟整层的 apartment， 基本会附的就是微波炉啦、除湿机啦、小冰箱，这些是大致上都会有。cabin 的优点就是因为它是独栋，有点像小木屋那样，所以它会比较安静。整层的 apartment 它可能提供的东西就会比较又更多、更充足。住过蛮多的住宿，他们几乎不会附的东西有拖鞋、牙刷、牙膏也不会附，瓶装水大部分不会附。那如果不习惯澳洲 tap water 的，也建议你去超市购买矿泉水。澳洲大部分地方都是可以用刷卡的，但是如果像是你要在 Caravan Park 使用它的洗衣机，那你很有可能要准备你自己的零钱。第4点就是 check in 的时间要注意，因为澳洲不像台湾，它的距离比较广，那常常不小心就是 delay 到预计要到达的时间。那因为我常用的是 Booking.com， 它上面就可以直接更改我的预计到达时间。通常住宿方就会回复我说怎么样自助 check in 啊，然后钥匙密码之类的。第5点，我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开夜车，大概6、7点就到达你住宿的地方会比较好。因为像我之前在西澳有一次傍晚开回市区，然后一路上遇到10几20只袋鼠，那我们只能时速放低，全车人都全神贯注两边的袋鼠的动向。开回市区的时间真正花了2倍的时间。第6点就是注意加油站的位置。那东澳的话，加油站相对会比较密集，比较不用担心。西澳的话，特别是我那时候 road trip 在西北岸，加油站相对距离比较远，随时要注意自己的油箱的状况。那尽量是有加油站的时候就赶快先加，这样子比较保险。第7点就是自备干粮真的很重要，就像是泡面啊，然后意大利面啊、意大利面的酱啊，这种不用冰的东西，我觉得就很实用。因为澳洲小镇它通常不会有 Coles 跟 Woolworths， 它可能会有 IGA， 那有些是可能连 IGA 也没有的小镇。那像我们有一次开到南澳，天气很冷，大概6、7点到，但是整个镇上的所有商店都已经关了。那还好我们车里有备有泡面，就是可以度过那个寒冷的晚上。那有些小镇由于他们真的超市太早关，如果你订好住宿的话，就可以先查询当地的小镇的餐厅跟超市几点关。那你可能没办法在那个时间内到达那个小镇的话，建议你进小镇前就先把东西采买好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晚上没有东西吃。第8点呢，就是因为澳洲人他的公共假日，像特别是圣诞节，它是连超市都不开的，就是你在出发前可以先查好有没有遇到什么公共假期，可以有一些应对的策略。那还有就是收讯的部分，那如果你不是在市区的话，我建议用 Telstra 的这个电信，或者是使用 Telstra 线路的电信，像是 Boost 跟 Woolworths 都还蛮好使用的。第9点部分，那其实澳洲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治安很好、很安全的国家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车子停在市区，建议还是尽量要把车子清空，以防晚上有人去破窗把你的东西抢出来。像我朋友就有发生过他的车，虽然他忘记锁是他的错，但是他的车就是遇到有人开门进去，把就算是不值钱的一些袋子也都把它拿走。你到达住宿房后，尽量可以的话，就是把车子净空。以上就是我的公路旅行小心得。这次住的地方对面就是海，这里拥有很细致的沙。有时候好喜欢这种无人的感觉。来带大家看看这几天住的地方。这次订到了 apartment， 门一进来有一个小客厅，旁边有一张桌子可以办公或吃东西，简单的小厨房够我煮泡面了。冰箱、微波炉该有的都有。最近这几次的住宿经验，很多地方都用电磁炉，这间就没有抽油烟机。再来看到窗外就是一片绿地，很舒服。看到一只小鹦鹉在狂吃。阳光洒在房里，好温暖，好喜欢白白亮亮的感觉。旁边附有简单的浴室。好啦，以上就是简单的 room tour， 也欢迎底下留言你在澳洲公路旅行的经验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。